澎湃 OS3广受大家欢迎，用过的都觉得还不错。那么这么久过去，新系统啥时候来呢？前段时间澎湃 OS4露了个桌面，而今天我就带你看它的全部。如果说澎湃 OS3是动效舒服、响应流畅，那么这次的这个 OS4就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更细节、更到位，日常使用里面的集大成之作。那么我是云飞，点收藏。这次要更新的东西是真的很多，我们一个个来讲。首先，我们升级之后，第一个会观察到的就是整个美学设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图标多了一圈细致的这个描边，而你在拖动这个软件的时候，还会触发周围的这个局部的一个光照，然后整体的文件夹背景和细节都在告诉你，这次澎湃 OS4有了全面的柔光玻璃效果，且整个桌面也都是全部重构。所以虽然我们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桌面，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内里已经完全不同了，都是全新代码。之前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和我一样内测过这个桌面，而现在它的全新版本是真的很不错啊！除了上面的这个灵动的光效，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长按之后还会出现一个小的拉伸的这个小标。OS3 我们是可以选择3种文件夹的这个大小，而 OS4 我们是可以自己拉伸文件夹的一个形态可以是横竖的长方形，可以是这种宽的形状，我们可以点击编辑进入查看，它的这个形态真的很多，可以充分满足我们文件摆放的一个需求。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好，很适合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文件夹外点击对应的应用了。你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满分5分，你会打个几分？而桌面另一个就是支持了堆叠的这个小卡片，我们直接把2个小部件卡片堆在一起就会自动触发，而且这个切换的这个动画你看一下，真的非常的细节，你用多大的力气它就会拉起来多高，是真的很有物理引擎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切换的时候稍微顿一下，那么它就会展开当前的这些卡片，这个丝滑程度是不是德服？你们就说吧。当然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啊，下拉状态栏我们先看控制中心这边的这些控件也都是全面的柔光玻璃了，在按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方向锁定按钮，它是非常细节的，就像一个灯缓缓开了那种感觉，然后整体的这个界面也是我们壁纸的颜色，就柔光玻璃的感觉就是感知壁纸和图标的这个颜色，然后它整个控件里面就会有这种磨砂的质感。前面的文件夹背景也是同样，我们直接在播放视频的情况下来看一下这个状态栏，你就会发现它的实时质感了，这个效果很不错吧？当然它也可以在设置里面进行切换，具体路径是设置，再进入到显示与亮度，再到材质与风格，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柔光玻璃。当然你也可以切换回之前这个清透磨砂的感觉，不过就没有那些光效的细节了。这个功能你可以打个几分呢？再就是我们的融合设备中心，你看出有什么不一样了吗？对了，这次的融合设备中心终于是支持了我们自定义设备的位置了，之前都是大泡泡。虽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操作我们的设备，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一多了之后，这一堆内容其实效率就很低了。比如说我这就是100多个设备，那怎么搞嘛？所以这次的这个 OS4 它是改版了，你看我们点击进入之后，它会分成常用和附近设备，下面还可以直接切换家庭，就等于是一个完整的米家在融合设备中心待着了。这个对于有多个家庭用户来说就太有帮助了，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置哪些设备是自己常用的设备，就比如说我就设置了一个门锁、2个监控、1个快捷指令，当然目前是可以设置4个，有4个之后再设置就会急走最后一个常用，且它不仅仅是里面可以调整，外部也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排序来显示，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的，比起之前来说效率是提升了巨多，这个功能我可以打个5分。然后下拉下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监控，直接点击指令，这个还是非常之香的。而我们滑动到消息栏，你就会发现这次的消息通知界面也是支持了堆叠，这个整理信息的时候就不会显得很乱。同样在锁屏界面也有大改变，通知消息同样也支持堆叠，且时间模块还支持了自定义大小，直接进入自定义锁屏里面就可以自己拉取对应的一个大小，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字体设置里面从最细到最粗自定义字体的一个粗细，设置对应的字体、字体的颜色、字体的效果、logo 的样式，这几乎是我见过最能够自定义的锁屏了，太自定义了啊！你们喜欢吗？用分数告诉我一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和视频锁屏它并不能同时开，这个需要注意一下。而聊到消息通知，就不能不提小米的这个超级导，用了这么久，日常用下来确实非常不错。而澎湃 OS4这回也是接着接入了更多的应用，且我们可以直接在设置里面看到有哪些应用可以支持上导。
而接下来就是关于应用的打开，这个丝滑动效我们可以再看看，还是很不错的。而 OS 4的变化是，它直接给横屏应用做了旋转动画，比如说咱们的王者荣耀，你看这是打开，然后这是关闭，是不是非常之细节？然后之前我们切换应用小窗的时候，不是直接拉到右上角吗？而这次除了右边是小窗，左边也给安排上了，变成了分屏。之前我们是要再点击一下，现在是可以直接切了。这个小改动是很提升效率的，而且这个小窗也会随着横竖屏的状态进行变化就是有动画来展现，切换大屏小屏也是同样的丝滑。这次的这个动效是真的很多啊，不知道大家的设备能不能带得动啊？而在进入一些 APP 之后，你也会发现有一些细节的不同，有很多应用它支持一镜到底了，就比如哔哩哔哩。我们之前在推荐页面点击视频是会切换议程的，这个感觉就是类似于视频的这个转场嘛，从这里转到那里。那么现在是直接打开，小米把这个称之为一镜到底，像其他的小红书、腾讯视频、拼多多现在都是支持的，就会提升这些 APP 的一个沉浸感，这个算是细节上的优化。而在我们的应用内，有时候不是会切换到其他的应用来看内容嘛，就是相当于多任务的一个操作。那么现在小米又优化了细节，以前不是有视频工具箱或者侧边工具箱嘛，那么它会有一个那个小白条，那么这次我们只需要在侧面返回的标志出来之后继续按住，你看这个动效，这个侧边栏它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很快捷的打开这些应用的小窗了。临时回复一下消息，不想中断看剧或者工作，这个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功能你喜欢不？那么以上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日常会经常使用到的这个细节改变了。可以看得出来，以上这些在以往看来都是需要有很大计算量的内容，这次的澎湃 OS 4一块给端上来了，会不会有很大的性能开销呢？就我实际用下来这段时间好像是没啥影响，而且升级之后我还明显感觉到整体的这个响应和流畅度似乎比之前的澎湃 OS 3还更快更稳了一些。具体的这个技术细节我们不是专业的，这就不展开。简单来说，就是小米这次把系统里面常用到的一些操作给提前优化了，所以我们解锁、打开相机、切换应用的时候，反应它会更快一点。内存这边也是一样，它会记住我们常用的应用，把需要的这个内存给准备好，在我们退出应用或者锁屏的时候，再把这个内存给整理一下。这样的话，手机它就不会越用越卡。反正我这段时间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升级之后并没有因为功能变多而变卡，反而是整体的这个响应还更快更稳了一些。所以这次的澎湃 OS 4我感觉是很稳。你可千万别以为这就完了，下面还有更多的升级。不过聚焦的就不是说日常的操作，而是各种我们之前会用到的这个系统级的应用了。首先就是 AI， 超级量大广宝的 AI， 超级小爱变成 2.0 了。之前小米就在内测 Micro， 我们也分享过对应的内容。而这次的超级小爱 2.0 里面，就直接把 MIMO 的这个模型能力和 Micro 的这个系统执行能力结合到了一起。说简单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更多是让小爱回答问题，做一些简单的事情，那么现在它是直接可以帮助我们把更多更复杂的事情给做掉。它可以调用系统里面的功能，也可以调用第三方的工具，还可以记住我们前面聊过内容，有着超级长的上下文，也就是记忆。你看，我叫它描述一下我的所有身份，它就会出来我之前叫它做过的一些事情，以前做过的内容。这对于一个手机 AI 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的。乐观点看的话，肯定是越用越好用的那种状态。而且它这次的交互方式也变了。第一个唤醒的方式，长按这个，然后就唤醒了小爱，然后唤醒了小爱，这就唤醒了小爱，然后也可以叫小爱同我在。然后你可以直接再按一下这个，它这里一圈亮起来，然后它这里会显示它在听，那也是唤醒它的一个方式。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唤醒它之后，它会在倒下的位置进行一个弹窗，然后在全屏的边缘亮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一直挡在屏幕中间，在执行过程中它也可以直接上岛执行，后面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手机，也不会有影响。那么它还有更厉害的这个专家模式，可以用来做非常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定时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然后帮我们写代码，完成我们完全不会的工作，这都可以。不过这个模式是非常适合做这种非常复杂的任务。简单任务，比如说开个灯，操作一下这个设备，就不要去叫它搞了，会更浪费时间。
日常使用的时候就建议切换到自动，不然随便控制个米家的功能都要好一会儿。而像做视频、修图片、办公模式、小爱陪伴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模式可以供我们选择，这点是很不错的。然后在 2.0 的里面，你需要给予一定的控制权限，才可以让小爱来控制你的一切，读取你的信息。而对于一些非常敏感内容，比如说发短信、删除文件，这个也需要我们自己手动确认。如果你不想确认，你就非常信任它，或者说你就是在实验的话，你也可以在设置里面开启免确认，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发送了。然后关于我们个人的这个信息，也需要解锁手机之后才会有权限，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用法，我是非常喜欢叫它去制作一些 HTML 的这个文件，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特定内容，或者去做动画演示，这些它都可以很好的完成，也是做的非常不错。我也试过发图片叫它去生成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然后这个是根据我的图片生成的啊，还是非常帅的啊。OK， 这个感觉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吧。所以它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去使用它。那当然都涉及到了这么多内容了，那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大模型的用量，具体的价格你们可以看一下。而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卷 AI 嘛，小米当然不仅仅只做了这个，之前我们就已经完整的分享过了 Mac 端和 PC 端的小米互联互通，应该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分享了。那么这次的小米互联互通，它又有了新的玩法，它直接就变成了小米版本的豆包，或者说 Codex， 就是超级小爱 2.0， 它也直接上我们的电脑了，是直接不挑电脑的。所有的 Mac 都可以用，所有的这个 PC 也都可以用，而且它是直接继承了我们手机上面的记忆，也可以远端控制，就是说它支持了这个跨设备执行任务。比如说我们直接在手机上叫小爱把电脑上面的文件发过来，或者做一些本地电脑上面才可以做的事情，小爱就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完成。你看，把今天拍摄的照片发给我，然后现在是确认了，然后确认了这张照片，然后你看，这就发出来了啊。我们看一下，那这张照片还是非常棒的啊，就是拍摄了我们这个机箱。当然，在电脑上我们也可以直接自己手动安装需要的内容，比如说技能、MCP 等等，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智能体。当然，我们在手机上面也可以看到电脑上面对话的一些进度，只要你有需要，后续澎湃 OS 4的手机它都可以是你的 AI 工作搭子。小米来做这个就确实，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合理的，毕竟小米自己有很强的大模型能力，但是这块内容实在是太多，晚点我再来出一期详细的分享使用，不然是真的很难展现它的能力。所以你对这个小爱 2.0 的感觉怎么样？我个人感觉下来，它应该是目前最强的这个手机 AI 助手了啊。而接下来的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都是陆续在优化系统级别 APP 的使用，让软件整体更 AI 化、更好用。首先是我们的笔记，现在是完全变成了 AI 语音笔记，会自动分析内容。这个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做过完整的分享了，就是通过 AI 把记笔记的这个事情变成了口述，然后用 AI 来自动整理。小米是直接内置了，这一块是挺好的，就是比较适合来记一些灵感，杂七杂八输一通之后 ，AI 自动把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在一起。但其实我个人感觉这样搞之后，后续就不太会有自己手写的这个场景了。比如说一些偏文艺、像偏个人表达方面的内容，在笔记里面就会更淡。之前我是非常习惯去用笔记去写这些东西，但是有了这个 AI 之后，这个不断口述之后，其实你这个自动整理的内容就已经占绝大部分了。这样一翻过去，全都是自动整理的东西，就很难自己去手动写一些东西了。再接着就是录音机，它整体的这个界面变得更 AI 和更醒目。然后总结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确实还挺可以的。开会用这个来记一记，用一用还是非常不错。再一个就是它支持在录制会议的时候拍照，照片就会自动插入到对应的时间节点里面，这点也挺好的。整体的功能是非常全的，可以复制文本、隐藏讲话人、保存到笔记之类的，也有直接跳过静音片段的功能，手动标记也支持总结。
总的来说，对于一个系统级应用来说，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使用会议软件开会之后，自动保存的录音也可以使用，这样就很方便。默认状态下几乎就是全自动，但是如果你要做到真正的全自动，你就记得去设置里面开启这个自动转录、自动总结。开完会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总结了。而且你要知道，小米这个是系统级的应用，它是全部免费的啊。再一个就是小爱输入法，这个大家应该蛮多人用过，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感受，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就是对于语音输入来说，确实非常不错，毕竟它会用大模型校对识别内容，还有语义就很强，比通常的这个语音识别要准很多，而且它还会结合系统的这个记忆功能，让我们的这个输入更加准确高效。然后现在还有这个语义表达，就是说它能够识别当前屏幕的内容，然后根据我们想回复内容去生成一个适合的回复，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性的进行回复，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文件管理界面现在也有了新的改变，界面它变了啊，整体做的更简单了，不常用的这个小米云盘进去了这个浏览里面。再一个就是应用的这个文件会自动归列在下面，找单个应用产生的文件就更方便了。当然，如果是找自己的文件夹会有点麻烦，现在是需要点击进入我的手机才可以进入。不过，如果你是经常用这一个文件夹，你可以选择进行收藏，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收藏界面快速进入。再一个就是搜索按钮，这个我们点击搜索的时候也会更方便。和其他细节方面，现在购物平台的这个链接、导航的这个地址、快递的单号、航班的信息、网盘的链接等等这些东西，还有文字，我们在复制之后，在下面会自动跳一个小窗口，点击就可以直达。这个功能我个人感觉就是一直处于这个版本做一下，下个版本就又做一下，我还是比较期待后面可以正常稳定下来，因为这个功能之前很早之前我们在长按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识别了，后面不知道为啥又没了，希望后面可以统一一下。然后就是双持小米的用户现在也支持了远程跨端接听电话和识别验证码，但是需要2个设备都是澎湃 OS 4，而且2台手机都要保持联网，然后在市里面开始授权，另一台手机允许授权，这样才可以搞定。我这里是只有小米17 Pro 升级了这个澎湃 OS 4，所以演示不了。还有一个小功能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修改了锁屏密码，如果不小心忘记了，那么你可以在96小时内用原来的密码和指纹重置之前遗忘的新密码，这也是一个小功能，应该也有很多朋友遇到过啊。那么以上就是澎湃 OS 4几乎全部的更新内容了，从桌面交互到软件优化，再到系统底层的提速 AI 的全面加持。澎湃 OS 4的改变是很清晰的，就是让咱们在这个 AI 时代能够用手边的设备非常简单的接触到这些改天换地的技术。当然，基础的使用优化是地基， AI 的这些能力就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一个东西。而这次的澎湃 OS 4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单单是加了几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功能，而是从桌面、动画、通知、应用，再到超级小爱和这些系统级的工具都一起进行了升级，特别是超级小爱 2.0 的加入，让手机不只是用来打开各种 APP， 还可以直接帮我们完成一些复杂的事情。当然，我现在体验的还是 beta 版本，后续的正式版本可能会有变化，大家还是以最终上线的版本为准。所以你觉得这次澎湃 OS 4的感觉怎么样？最后给它打个分呗。一起来弹幕和评论区来谈谈你的看法，也许后面就会按照咱们的意思来优化下个版本的。你知道的，小米是很能够吸收大家的建议的。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小米澎湃 OS 4的超前体验分享了，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记得点赞、收藏、支持一下。那我是云飞，保持思考，那咱下期视频再见。